大家好，我是老莫。最近好多朋友说自己在捏包子的时候总是封不上口，捏出来褶还不好看。这个视頻就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用我的手法，咱們究竟該注意哪些地方，才能讓它的褶皺變得更好看。捏包子要好看，咱們前期要做到的就是要把麵團揉光，下好的劑子大小一定要均勻。這兩個問題不注意好，咱們後面在捏包子的時候呢，上面比較花。再一個呢，咱們捏的厚度不一樣，它這個褶皺呢寬度也不一樣，很容易出現咱們蒸熟之後沒有褶，也會出現蒸好的包子頂部開裂。當然不止這一個原因，比如說麵乾，或者是咱們在包餡的時候，這個餡汁粘到了邊緣，咱們蒸好之後呢，它捏不住就會爆開。所以咱們要想把包子捏得更好看，不容易出問題，咱們前面這些小問題呢一定要注意好，咱們再來制作就比較容易。下一個要注意的點呢，就是擀包子皮。很多朋友擀包子皮呢，就是很隨意啊，擀一下就 OK。如果說咱們擀的時候不匀，有些地方厚，有些地方薄，咱們捏好的包子褶呢就不一樣，很多時候上面容易堆面，還會出現捏好的包子褶，有些地方深，有些地方淺。咱們蒸出來之後，有些地方顯現不了，有些地方呢就特別明顯。主要就是因為咱們包子皮擀的厚度不一樣。在捏褶的時候呢，這個力度自然用的也就不一樣，所以要想包子褶好看，擀皮兒一定要到位。接下來每一步希望大家能夠認真看，咱們在捏包子之前放好餡之後，第一褶起步非常重要，就跟咱們農村蓋房子一樣，地基打牢，這個房子呢就結實。然後咱們在捏的時候，如果手上粘，稍微沾上一點乾粉，然後抹掉，再來捏，它就不會粘手。後面的褶就要跟第一褶完全對齊，這樣捏出來的包子褶大小基本保持一致，捏出來自然會好看。假如說咱們在捏褶的時候不按照這個規律來走，很多時候呢一會兒大一會兒小，這樣咱們捏出來的包子有些地方呢褶比較深，有些地方比較淺，咱們蒸熟以後一半有褶一半沒有褶。大家可以看咱們捏好之後呢，這個包子褶基本差不多，然後最後封口這個位置呢必須把咱們捏過的面全部給它豎立起來，這樣咱們在捏的時候上面就不容易堆面。所以大家學我這個捏法的時候一定要記住，把上面這些面一定要提上來，這樣它才不會扎堆兒。另外大家還要注意，用我這個捏法之前，大家一定要記住，咱們放完餡之後呢，這個邊緣一定要留出捏褶的位置，這些位置就是咱們捏完褶之後在最後封口完全給它提起來的地方。這個呢就是一個基準點，只要你能夠把這些位置提上來，它基本上就不會出現堆面，上面的面皮呢就會很薄，而且咱們封口也特別容易。咱們這樣捏完之後呢，這個包子基本上所有的地方都是正的，該圓的圓，頂部呢就在中間位置。咱們再認真教一遍大家，咱們把這個餡兒放到中間，然後留出預留的位置。捏第一褶的時候，咱們左手稍微輕輕的擠一下，像這樣給它捏住，這個褶的寬度呢基本上在 0.5 毫米，基本上保持一致，像這樣捏下去。大家看畫面中這個地方一定要給它捏下去，這樣咱們後面再捏的時候呢就比較好捏，省得所有的面都堆在一塊兒，咱們捏的時候呢就比較厚。如果咱們不想把它捏下去也可以，咱們稍微往裡多伸一點，讓它變扁，裡面就形成一個屏障，可以封口。大家看咱們這樣捏好之後呢，上面這個邊上的面起來了，咱們直接像這樣一捏，這個口就完畢了。最後還要提醒大家，如果自己有得心應手的手法，就用自己的手法，不要去完全的模仿別人，寧願自己制造也不要去刻意模仿，這樣咱們做起來也會比較順手，捏包子自然問題點就會比較少，捏出來的包子呢也會好看一些。好了，今天的包子手法就說到這裡。如果說大家想多練習，就對着多看幾遍就 OK 了。好了，咱們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